如果我们要寻找中国历史的起点，不是公元前221年的秦始皇统一，而是公元前356年的商鞅变法。在此之前，秦国是中原诸侯眼中的僵尸企业，它被嘲讽为西戎，也就是蛮夷。它内部私斗成风，父子兄弟分家抢财产。在春秋战国的地缘博弈中，秦国是一个随时可能被强制退市的垃圾股。山东六国的精英们甚至不屑于正眼看他一眼。然而，短短20年，这个国家发生了一次恐怖的基因突变。它从一个混乱的部落联盟进化成了一台精密的暴力机器。它不再讲道理，它只讲效率。它被六国惊恐地称为虎狼之秦。从蛮夷到虎狼，秦国并没有换人，也没挖到金矿，它只是更换了一套底层操作系统。这套系统就是商鞅编写的耕战体系。史书上对他的评价通常是富国强兵，太肤浅。如果用现在的视角来审计，商鞅实际上是把复杂的国家治理简化成了一台自动贩卖机。这是一个极简系统。作为大秦帝国的国民，你面对的这台机器投币口只有2个，一个叫粮食，一个叫人头，出货口只有一个，叫做爵位。除了这2个投币口，你所有的才华、你的道德、你的贵族血统、你的思想，在这台机器面前统统显示为无效输入。商鞅通过锁死所有的上升通道，逼迫几百万秦人只能做2件事，要么在田里流汗，要么在战场流血。究竟是怎样的算法设计，能让这台机器运转得如此丝滑，并最终碾碎了六国所有的风花雪月？审计程序启动。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；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理。公元前356年，秦孝公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股权战争。这里必须修正一个认知，秦国不是被六国逼到了墙角，它是被自己内部臃肿的股东结构逼到了必须动刀的地步。秦国的权力死死地卡在以甘龙、杜挚为首的老氏族手里。这群人是秦国的原始股东，他们的诉求是分红，是稳定，是世袭罔替。他们极其厌恶风险，反对任何形式的重组。而秦孝公作为新任 CEO， 如果不做大蛋糕，不搞并购上市，他就只能坐以待毙。本地人靠不住，秦孝公必须引入外部资本，也就是客卿。商鞅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入场的。他是一个典型的职业经理人，他没有秦国户口，没有家族根基，他在秦国生存的唯一理由就是业绩 KPI。 这意味着他对秦国的传统、人情、潜规则没有任何敬畏，他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对这套旧系统进行格式化。商鞅的第一刀不是砍向百姓，而是砍向原始股东。变法的核心逻辑是用军功爵制替代世卿式禄制。以前你是贵族，是因为你爸是贵族，这是血缘算法。现在哪怕你是奴隶，只要你砍下敌人的一颗脑袋，你就是贵族。反之，哪怕你是皇亲国戚，如果没有军功，你就什么都不是。这不仅仅是改革，这是一次暴力的股权稀释。商鞅废除了老股东的优先分红权，把这些股份拿出来作为诱饵，悬挂在战场上，刺激那些一无所有的底层百姓去拼命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商鞅帮助秦孝公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内部人控制，老氏族被架空，原本一潭死水的秦国阶层被彻底激活。但这只是第一步，商鞅不仅要收拾贵族，他还要重新定义人。明之见战，如饿狼之见肉。为了让那台自动贩卖机高效运转，商鞅编写了2套核心算法，一套叫农，负责能量输入；一套叫战，负责暴力输出。首先是输入端，商鞅需要把秦国人格式化为纯粹的生物组件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他必须删除人类身上所有的冗余 APP。商君书里有一篇叫一言，意思就是系统只能运行一种协议，商业是多余的，因为它导致数据的非法流动，不好监控。诗书礼乐是病毒，因为它会占用算力，让人产生想要更体面生活的系统报错。商鞅通过垦草令把山泽封锁，把旅馆关闭，实施了最严格的物理禁锢，把农民死死地钉在土地上，让他们除了种地无路可走。这就是著名的认知格式化。注意，这不是为了折磨百姓，这是为了系统的稳定性。一个理想的秦国人应该像牛马一样具备高强度的执行力，同时像零件一样屏蔽掉所有的情感噪音。解决了输入，接下来是输出。如何把粮食转化的生物能变成战场上的杀伤力？商鞅设计了人类历史上最赤裸的激励协议——首级货币化。在秦国，敌人的头颅就是法定货币，它是房产证，是爵位证书，是免死金牌。秦律规定，斩首1级，赐爵1级，田1顷，宅9亩，
庶子一人，甚至如果你犯了罪，可以用人头来抵罪。这解释了为什么六国军队看到秦军会感到生理性的恐惧。别的国家打仗是为了保家卫国，或者是为了主帅的荣誉，秦军打仗是为了抢人头。史料记载，秦军作战赤膊上阵，左手提着人头，右臂夹着俘虏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对面站着的不是人，是行走的比特币，是一夜暴富的唯一通道。为了保证这套算法不出现漏网之鱼，商鞅还打上了最后一个补丁：连坐。15连坐法，5家为一伍，10家为一时，1家犯法，9家检举，如果不检举，10家同罪，腰斩。这在审计学上叫做分布式监控。商鞅不需要建立庞大的警察队伍，他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，利用恐惧，把每一个秦国人都变成了监控邻居的摄像头。至此，大秦帝国这台机器完成了闭环。它不需要道德，不需要温情，它只需要源源不断的粮食输入和源源不断的人头输出。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。商鞅是一个完美的产品经理，但他忽略了一个致命的系统漏洞，这个漏洞最终吞噬了他自己。这个 bug 叫做管理员权限悖论。商鞅设计的这套系统是基于刚性架构的，法律即代码，代码即真理，系统里不能有任何特权账号。为了测试这套系统的刚性，商鞅甚至拿太子开刀，太子犯法，商鞅刑其太傅，擒其师，这在当时被视为法治精神的体现，但在权力逻辑中，这是严重的越权。商鞅忘记了，这套系统的服务器是建立在军权之上的，他是系统的架构师，但秦王才是系统的超级管理员。当秦孝公在世时，他授权商鞅拥有 root 权限，系统运转良好。但当秦孝公去世，曾经被商鞅惩罚过的太子继位，惠文王，管理员更换了，商鞅立刻从功臣变成了系统的病毒。公元前338年，商鞅逃亡，他逃到边境的一家客栈，想要住店，客栈老板拒绝了他。老板说，商君有令，住店没有身份证明，店家连坐，全家处死。那一刻，商鞅叹了一口气，他不是在感叹世态炎凉，作为系统的设计者，他应该感到欣慰，这是系统对他进行的最后一次闭环测试。测试结果合格，即使是商鞅本人也无法穿透他亲手布下的防火墙。商鞅被带回咸阳，五马分尸，他的肉身被他设计的酷刑撕碎。很多人觉得这是悲剧，但在审计师看来，这是逻辑的必然，因为商鞅设计的这套刚性架构容不下一个比系统还牛逼的人。他的死消除了系统的最后一个不稳定因素，从此大秦这台机器彻底摆脱了对个人的依赖，开始自我运行。在生成最终的审计报告之前，我们必须插入一条声明，这不是一份关于善恶的道德评判，而是一份关于系统运行效率的审计报告。在审计师的逻辑里，没有好人与坏人，只有代码是运行流畅还是出现了致命 bug。 清算商鞅的资产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冰冷的事实，商鞅输了吗？作为生物个体，他输得很惨，全家被灭，但作为代码编写者，他赢尽了身后2000年。商鞅死后，秦惠文王杀了他的人，却全盘继承了他的法。秦国继续依靠这套耕战机器碾碎了6国，统一了天下。更可怕的是，秦朝灭亡后，汉朝嘴上骂着秦政残暴，身体却很诚实，汉承秦制。之后的2000年，无论是唐宗宋祖还是明清皇帝，他们桌子上摆着儒家的四书五经，但在桌子底下运行的依然是商鞅写下的这套操作系统，编户齐民，中央集权，重农抑商。这套把人的工具化推向极致的算法，深深地植入了这个文明的骨髓。商鞅不仅锁死了秦国人的上限，他也锁死了中华文明演化的路径依赖。他向所有的统治者证明了，只要你能够控制人的饥饿感和恐惧感，你就能制造出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暴力机器。直到今天，当我们谈论效率，谈论 KPI， 谈论内卷时，如果你仔细倾听，依然能听到这台机器齿轮转动的声音。